一看就是没有设计功底的，就是纯营销，把大家当猴耍，然后印一个大 logo， 印一个大花，搞一个什么噱头，就去给大家卖钱了。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公布第一季度财报，收入同比下降6%，至191.2亿欧元，约225亿美元。这是继去年下降5%之后的又一次下滑。不过，在有机增长、剔除汇率等因素口径下 ，Q1 仍然实现了约1%的增长，但最大负面影响来自汇率波动，约7%。Well,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这支视频呢，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LVMH 的 Q1 2026的财报刚刚出炉了，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我来就给大家聊聊这里面的数据有趣的现象。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以前啊，大牌涨价等于稀缺，以下柜姐的经典口语，你有没有听过呢？这个是限量款呢，现在全纽约市只有2只，我们柜上有1只，如果你今天不要的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啊。那这么少呀？那我肯定马上就要，我现在就要，给我包起来吧。以上这个对话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个涨价策略呢，在很多大牌里都应验了，对，是有效的。Chanel 这么做，迪沃尔这么做，现在连爱马仕也涨价了。那 LV 的皮包、衣服呢？今年这个 Q1 财报，2026年刚刚出炉的这个第一季度的财报下跌了2%，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大快人心的感觉？上个月出的一期 Chanel 和迪沃尔开始遭涨价的反噬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支视频，里面还说到了涨价策略失效后，迪沃尔和 Chanel 是怎么样应对挽回他丢失的客户的。讲到这里啊，对于新观众呢，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这个频道呢是聪明的花钱拒绝消费主义陷阱的。那我是在纽约生活工作超过14年的一位设计师。那我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呢，也是希望帮助大家聪明的花钱。如果你也对这类视频感兴趣的话，就请关注起来，不要错过以后的视频哦。先赞后看，好运不断。以前就说了，经济不好的时候有口红效应，大家总是想买一个东西犒赏自己的，买不起包包，那难道还买不起口红和香水吗？这一季的财报可有趣了，它反而显示的是口红效应在这一季也不灵了，口红和香水仅仅上涨了1%，四舍五入等于没有增长。而且呢，全集团扛把子的迪沃尔香水呢，那以前可是全部彩妆系列全都是靠迪沃尔扛把子，靠它跟 Chanel 跟爱马仕一拼高下的，尤其是迪沃尔的香水卖的最好的就是迪沃尔的那款渣男香大家有没有听过那款香水呢？总之啊，就是迪沃尔的香水不管是男香还是女香都是卖的非常好的，结果这一季度坐冷板凳碰到钉子了，几乎没有增长，只增长了1%。那 LVMH 旗下唯一有增长的呢，竟然是 Sephora丝芙兰呢增长很显著，大概有4%，而且呢它的扩张速度也是全集团里面最快的，增长呢归因于在英国多开的这些门店。那 Sephora 作为 LVMH 里面这个美妆增长最快的呢，能看出来什么呢？过去人们买彩妆或者是护肤香水这些是为了犒赏自己往往就是大牌说什么我们就买什么，而且呢就是为了去迎合大牌，非常买单那个 logo 啊。但是近几年呢，大家仿佛变聪明了，从买大牌开始买一些小众的彩妆，比如说就是一些彩妆博主也在这个时候兴起了嘛，然后他们的推荐呢，还有他们的亲身试用的这些推荐这种小众品牌的彩妆和护肤呢，在这个时候崛起了。大家呢宁愿相信这些博主还有自己信任的博主的一些推荐，去买一些性价比高的，然后没有那么大牌但是很好用的彩妆。所以呢，这个也在这个 Sephora 的财报上升呢得到了验证。包括我自己啊，以前往往是迷信大牌，彩妆只买迪沃尔和 Chanel 的，然后护肤呢就是买一些也是大牌的，什么老妹儿啊还有这个反正就是纪梵希之类的。但是近几年呢，尤其是我在欧莱雅工作之后啊，我对这些医生是 founder 的品牌，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但是很火的这些小牌子呢感兴趣了，而且呢也非
常乐于试用他们这种新兴的品牌，这些很独特的有这种特别的品牌故事，这些品牌呢，我最近是喜欢试这些了。那具体我用的是哪些呢？也可以看一下上一期我出的作为欧莱雅前员工我只买这几样的视频。最近Sephora 又是1年1度打折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做一个灵感吧。倒也不是说让大家必须买，只是我用过之后觉得不错的一些小品牌，还有一些不是那么大牌的，广告做的也不多，但是我用完确实有效的这些品牌呢，在这支视频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聊为什么 LV 的皮包和 fashion 的这些服饰增长放缓了呢？那像主流的媒体报道，还有其他的一些博主的说的呢，这个原因可能来自于中东战事的影响。中东战争对 Q1 的有机增长影响约为-1%，但这个事情只发生在3月。那我想说的是我自己的思考，还有我觉得的一些原因。那这个涨价策略失效啊，不光是在 LVMH 看到了，这个 LVMH 旗下的迪沃尔它也是连年涨价，现在也是不灵了。那而且呢，大家也是在吐槽这个 LV 的这个设计啊，尤其是他这个创意总监聘请了这个网红一般的这个创意总监，他呢本身不是创意就是设计出身的，他是一个歌手出身的。那他来到这个 LV 呢，是自带光环，相当于每次办秀，他把自己整个朋友圈都搬过来，然后大家一宣传，名人一上身，然后用那些奇奇怪怪的比较网红的平面的东西往这个包上衣服上一放，然后就做成了这个美其名曰的一季的这个设计，然后就在这个市场上面卖。一开始可能是有点奏效的，因为加上这个就是疫情之后有一段时间这个奢侈品品牌就是非常的火啊，那段时间是奏效的，而且呢加上它的这个涨价策略，那这个销量呢就是蹭的往上。但是现在呢，这几年尤其是今年开始，大家越来越冷静，花钱呢也是越来越聪明了，大家反而现在在反思这个 logo 到底是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噱头和名人穿戴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适用我的生活吗？在我身上穿的好吗？名人他们可以免费拿到这些 LV 啊、包包啊、衣服穿在身上，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花这个大价钱去模仿他们呢？我还不如用这个钱去一趟旅行，去吃一顿大餐，一顿米其林，或者啊就存起来当做一个理财，少让自己加点班，失业了被裁员了也不至于焦虑。那这样一想呢，大家越来越理智了。经济下滑也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次经济下滑像这一次大牌这么的失落的，马上可以出一个大牌失落的10年了，不知道会不会有10年啊？但是这个迹象是非常显著的。放眼望去，这一季的全部的这个奢牌发布呢，这个第一季度也是看的差不多了。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可以颁给的这个3好学生呢，可以是颁给迪沃尔的这个创意总监Jonathan Anderson。我觉得他的设计呢，起码是能看出来他还是在往设计的这个道上走，还是有一些创意和自己的想法的一些尝试，不是在摆烂的，而且还给了大家一些惊喜的。那接下来第2名呢，我觉得 Marshall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让人放眼就是那种眼前一亮，但是起码是他也是在尝试的这样一个道路上，多给他几次机会，往下面几季看看他能不能把 Chanel 的 DNA 和自己的独特的在 BV 时期的这种好的这些设计拿出手啊。我们且看，对他呢是有一个期待的，是感觉 Marshall 还是有一个潜力在的。那我们再来看看 LV， 这简直是什么呀？他本身 CD 就不是设计师出身啊，就是为了搞一个噱头，本身这个剪裁还有设计的这个版型这个结构上面呢，一看就是没有设计功底的，就是纯营销，把大家当猴耍，然后印一个大 logo， 印一个大花，然后搞一个什么噱头，就去给大家卖钱了。这钱也太好赚了。相比之下，在2019年的封神之作来自于 Virgil 的那场男装大秀呢，让人还是印象深刻，可能以后再也无法有人超越那个时期的 LV 男装了吧。大家还记得那一次秀场结尾 Virgil 他和侃爷抱头痛哭的景象吗？ Virgil 执掌 LV 男装期间，他不仅带来了一场彩虹秀，更打破了奢侈品男装的旧格局，把街头文化与高端的奢
奢华深度融合。以往的欧洲奢牌都是以老钱精英式设计叙事的故事，但它的故事从曾经被拒之门外，到最终站上奢侈品巅峰。那场与坎爷的抱头痛哭，是两个曾在门外徘徊的黑人的成长者，共同见证了历史的翻转。从那一刻起，奢侈品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更多人能梦想触及的舞台。正因如此，2019年的 LV 男装封神，既是设计的胜利，更是文化的胜利。而且去年大家记得吗？9月份他们 launch 了 LV 史上最贵的口红啊，那我今天就是抹的这一支。当时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花了$200去测试，然后给大家出了那个视频啊，但是反响也一般，可想而知，大家对这个史上最贵口红 LV 出的这个口红也是不感冒的。那当然呢，他今年的这个季度季报也是出来了，他们口红和香水卖的也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基本上没卖出去几支，我就抢先去当了一下冤大头。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抹了一下。好了，回归正题。而且呢，我的这个评论区啊经常出现，比如说我在讲一个什么包包，还有一些我的开箱试用推荐，还有我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大家，我现在对 logo 越来越不感兴趣了，我觉得有 logo 的东西看起来就很难受。然后呢，我反而想要一些没有 logo 的这些包包，比如说 Coach。这一支我当时推荐的时候呢，大家就说如果要是没有这个 logo， 或者 logo 能小一点就更好了。那大家啊现在就是那种去 logo 化，反而是没有 logo 的，然后设计感强的，材质比较好的，使用感受它的拉链或者是这个口袋开的比较合适的这些包包呢，还有服饰呢，比较受大家欢迎。大家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受那个 logo 叙事的这个洗脑了。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奢侈品品牌在 LV 这个 Dior 还有 Chanel 呢都做了一些挽回动作，给更低价的包包更多的选择和空间，想要挽回过去失去的就是消费者。而且呢，我也在我的这个视频下方做了一个 quiz， 然后让大家选，就是如果你是流失的那些他们以前的客户，看到现在他们做的这个动作，你会不会回去再看看，重新回到他们的店里去买呢？那多数人呢是选择会，看来大家对这些大牌还是感兴趣的，但是就是这些大牌已经懒了太久了，大家把他们甚至我可以用一个词 spoil 他们太久了，让他们太懒，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在互相抄袭，甚至把一些archive 的这些设计，比如说以前的爆款拿回来 re-edition， 然后重新出一下，美其名曰是复刻经典，但其实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比较懒的一种方式，我可以这样说，其实就是懒。大家呢也包容这种现象太久了，现在呢我觉得大家的集体觉醒，集体的复苏啊，当然博主的一些出这些视频也有一定的推波助澜的这个作用，但是还是有这个大趋势在，博主出这些视频才会被发现，才会被流量推起来，对吧？所以呢，还是首先是因为大家的觉醒，其次才有了博主的这些声音，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起码就是让他们被迫去改变，不要再用涨价这套就是非常 ridiculous， 甚至有点蠢、有点坏的这个销售模式去骗大家，去愚弄大家这种感觉。你要是想让我们掏那个钱，你就要拿出真材实料去做值得的设计、好的作品。那现在我觉得就是接下来一个季度我最值得期待呢，就是我上一期视频出的这个 Wear One 和 Fabric 的联名，和海盗爷在 Zara 的联名，就算我去排队，我也要给大家抢到，然后来做开箱和测评。毕竟啊，你花的那个钱是值得的，大家觉不觉得呢？同不同意我这期的观点呢？那看到了 LVMH 的这一季财报我就想说，
又想说2个字，活该。那这一季的财报呢，非常明显就是显示了 LVMH 他们的低级的这种营销和用这个网红来做创意总监这个营销的失败，还有呢涨价策略的失败，一个典型的反噬的现象。那你怎么看他们这次财报呢？你会不会觉得大快人心，还是觉得有别的想法，都可以留言在下方告诉我。那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有什么留言和建议呢，欢迎留在评论区下方。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拜拜。